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糖。3.1卡池终于尘埃落地，塞诺温迪、尼鲁、阿贝多，这哪里是抽卡呀？这分明就是抢钱嘛！但是平民玩家的资金毕竟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做的全都要啊，所以本期就还是来给大家做一期抽卡攻略。原石有限，只能抽一个3.1 4个角色，到底应该选择谁？老规矩，那么咱们还是先来叠一个盾。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满级60级全地图100%探索度，玩过所有角色，不抽命座不抽武器，只抽里面神元满星，活跃天数为733天的开服全勤玩家冰糖小坤儿。我应该不算是云玩家吧？认怂保平安啊！其实呢，没有什么好说的，就3个字儿：抽温迪。只要大家的账号上面还没有他，请务必赶快把温迪拿下。作为一个为巨怪而特化的角色，在设计温迪的时候，策划舍弃了其他的功能性，没有保护也没有增伤，但是也正因如此，温迪才拥有了全游最大的吸附效果。这绝对是一个可以改变游戏体验的角色。原本清一波怪可能要半分多钟，但是只要有了温迪，大家就可以体验到几秒钟一波怪的快乐。大世界的神那可不是开玩笑的。然而深渊里面呢就不一定了，只要策划多放几个大体积或者 BOSS 类的怪物，温迪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这时候就会被万叶给压一头。但是深渊它毕竟是一直在变动的，不可能全都是小怪，也不可能全都是 BOSS， 策划总会把这两者穿插在一起，组成一期全新的深渊，所以没有必要因为深渊把温迪一棒子给打死啊，除非整个提瓦特再无小怪，不然温迪的抽取优先级永远都会很高。那如果说一些老玩家已经有了温迪，剩下的3个应该怎么选择呢？先说阿贝多吧，这个角色就是典型的那种抽了的人和没抽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赚了的角色。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有他也行，没他也行。没抽之所以赚，是因为任何体系对阿贝多的依赖程度都不高，不会因为没有他从而导致角色的核心玩法受到影响。抽了又之所以赚，是因为如果大家有实际体验过阿贝多的话，会发现他其实还挺好用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下限高上限低的脱手 C。不占用驻场时间，可以补伤害，也可以补充能，还带有一定的增益效果。毕业的阿贝多裸炸一下也能炸个2万左右，但是由于它是炎属性，它的上限也就不过如此了。但凡给它换一个水火冰雷，甚至是草属性，就这一套技能机制，阿贝多现在的强度绝对是天壤之别。总的来说呢，就是一个萌新别抽，长草老玩家可以抽着玩的角色。萌新还是先去抽其他优先级更高的角色吧。老玩家没东西抽的话，手痒痒其实可以抽一个玩一玩，真的还挺好用的。但是另外2个角色好不好用，这可就不好说了。是的，他们就是赛诺和尼鲁。通过官方的演示，我们基本已经可以确定了，赛诺就是打雷草计划的，尼鲁就是打水草绽放的，这是策划给我们定下的死路子。那么问题就来了，草呢？草在哪里？一个需要后台长轴草，另一个需要后台高频草。但是很显然，目前的草属性角色，不管是提纳里还是科莱，均不符合要求。赛诺还好，可以用草主先过渡，但是草主一定不会是策划给赛诺留下的最后一块拼图，这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尼鲁更是连一个适配的辅助都没有，那么这就势必造成体系的不完整，体系不完整，那就必然掉伤害。千言万语又回到了那3个字：等售后。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草神纳西达身上。所以说，目前在云的阶段看来，由于体系的不完整，赛诺和尼鲁的强度不容乐观，只适合XP党无脑冲。如果大家更在乎强度的话，还需要耐心等待3.1正式更新后进行实测，看一看赛诺、尼鲁和现有的这些角色到底能发生哪些化学反应。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现在就把 UP 主关注起来了，后续他们2个的灵命平民实测我都会给大家做的，现在关注，到时候就能第一时间看到赛诺和尼鲁的实测了，以及还要时刻关注着纳西达的技能机制是否可以适配他们。因为目前看来，短时间内真的只有纳西达有可能会成为赛诺和尼鲁他们2个的最后一块拼图了，只能寄希望于他了。如果他们之间适配的话，那最好不过，赛诺和尼鲁的强度都将有机会竞争 T0。但是与此同时，等于说大家为了玩赛诺和尼鲁，就必须要再抽一个草神才能体验到正常的角色强度。那这样绑定角色的售卖关系，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能接受呢？再退一步讲，如果赛诺、尼鲁和草神不适配呢，他们的强度又将何去何从？所以说强度党慎抽啊，一定要等 UP 我的测评出来再做决定，千万不要花了冤枉钱。OK， 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这期视频 UP 我也是连夜干出来的，觉都没怎么睡，只为了给大家尽早的呈现出来啊！现在困得一批，还是希望大家能不看功劳看苦劳，不看僧面看佛面，给勤恳的 UP 主点一个免费的关注3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了。那么我们下期见 ，respect。我希望你的心情好一点。
这次一定关注。